哇！原來呢一隻實物好靚好靚，個標徑個 size 咧非常之 perfect。咁嗰個少少偏紫嘅嗰個藍色呢，再加上呢一個藍白藍嘅一個視覺嘅效果，咁我影呢一隻錶嘅嗰日呢，一路影就一路覺得佢有一種好貴氣嘅格調啊！咁啊，原來睇翻近幾年 Mido 所推出嘅一啲特別版呢，都一啲都唔簡單，出到一個地步呢，令到我呢都留意多咗呢個牌子，因為佢哋嘅特別版絕對係 Swatch Group 呢入門牌子表現最勁嘅一個噶啦。如果你仲記得我之前介紹過 Mido 呢，我會形容佢哋嘅設計語言呢，無論係同價位又好啊，甚至乎咁多個牌子當中呢，都有住一個好獨特嘅自己嘅設計語言。咁呢樣嘢呢都幾難得嘅，加上呢有唔少驚喜之作啦，某一啲呢甚至乎有啲炒價添。咁例如呢一隻嘅 Decompression 嘅第一代啦，以及最近推出嘅電視機 Multiford 呢，聽聞呢都有少少炒價噶。咁而算係一個入門嘅定位呢，確實比較難得嘅呢一方面。咁我相信我諗 Mido 呢都幾開心會見到呢一個現象嘅。咁如果你仲未訂閱 Watch Catalog 呢，我哋係以廣東話為主啦，推廣翻鐘錶嘅文化。咁啊，不分平貴嘅手錶呢，只要係有趣嘅手錶呢，我哋都會為錶迷介紹嘅。而去到2022年呢，更加同一個知名嘅網站 Hodinkee 推出一個特別版。當時呢，其實就淨係出咗999隻嘅啫。有好多大牌子呢，其實都會同 Hodinkee 合作，但 Mido 呢應該都算係第一次嘅。如果以我知道嘅話，咁我反而覺得係幫咗 Mido 嘅，因為感覺呢，即時覺得呢個牌子呢前衛咗唔少嘅。始終係一個美國嘅 New York base 嘅一個網站啦。身處於亞洲嘅我哋呢，就真係未必有太大嘅聯繫啦，又比較難睇到實物先再去決定。咁不過好彩，今次 Mido 呢喺今年呢以 Ocean Star 系列誕生80週年呢，再次將類似嘅呢個款式呢出一個特別版。雖然都係一個特別版，但總比 Hodinkee 嗰一隻容易入手嘅。正如片頭都講啦，個實物絕對有驚喜嘅。我拍嘅途中都覺得呢隻錶點解好似有陣貴氣嘅味道呢？好似邊隻貴錶咁呢？咁之後翻到屋企啦，諗嚟諗去似邊一隻呢？諗到啦，就係似 PP 嘅 World Time 5930嘅呢一隻。嗱，當然啦，完全兩個風格啦，或者係兩個唔同嘅價錢啦。但係藍白藍呢，竟然都有差唔多嘅呢個味道嘅。咁而呢隻錶呢，當時就係為 Hodinkee 版本而特別去設計噶啦。嗱，影片嘅後半部分呢，會比較一下呢一隻同 Hodinkee 嗰隻究竟有咩唔同呢？嗱，呢隻錶就以一個復古 Vintage 為一個設計啦，有別於現代款 Ocean Star 可能以43、44mm 為主，呢隻呢就反而用翻一隻40.5mm。咁老實講呢，睇相嘅話呢，就唔係好似 40.5mm 嘅，因為個錶盤呢都幾豐富，立眼睇以為42或者以上添。但當你睇到實物嘅時候呢，好細隻嘅，好精緻，好細膩嘅 40.5mm，我諗亦都符合翻今時今日大家唔係咁中意大錶啦，咁比較適合翻依家嘅。我個人就幾中意呢一個 size 嘅。而另外呢 Hodinkee 當時就指明就唔想要一個框嘅 protector 啦，因為睇起嚟呢成隻手錶就更加有 vintage 嘅味道。你一開始呢，我以為係用咗 Tribute 嘅嗰一個錶殼，咁我開頭以為同一個殼啦，咁但係認真比較過之後呢，原來呢係用咗 Decompression 嘅嗰隻殼，一模一樣嘅。嚟個錶圈呢，繼續堅持用鋁圈。點解叫堅持用鋁圈呢？因為保留翻以前嗰種噴砂嘅 finishing，以前冇陶瓷圈噶嘛。因為陶瓷圈呢，基本上係做唔到呢個效果嘅。嗱，不過個錶面呢，就用咗藍寶石啦。嗱，如果佢夠大膽呢，用埋 Plexiglass 呢，即係膠面啦，咁啊雙重復古嘅味道啦。嗱，而家呢個錶圈呢都值得要講一講嘅，有一個雙向式24小時嘅刻度，方便去調校啦。嗱，你會發現呢內圈嘅最外邊呢都有一個24小時單數嘅一個刻度。你可能會問點解會咁嘅呢？嗱，其實兩樣嘢加埋起嚟呢，就可以用咗一個第三時區之用嘅。嗱，呢度呢，等我示範一下啦，好快咁。嗱，依家呢就係夜晚嘅9點幾啦。嗱，第二個時區嘅話呢，如果你睇呢度呢，就17點啦。咁只要你將外圈呢扭到所對應需要嘅第三時區，就完成噶啦，非常之簡單。好似呢度咁，第三個時區呢就係朝早2點鐘，因為有2個24小時圈啊嘛，就咁簡單噶啦。如果只有一個圈嘅話呢，咁你一定要靠扭嚟扭去呢，你先至可以知道第三個時區啦。
至於呢種藍白色嘅拼色啦，坊間呢真係唔算太多咁樣。Index 方面呢，其實佢有一個靈感嘅，同浩天橋佢哋亦都唔同。佢以一個鯊魚牙呢作為一個靈感。嗱，只要加啲想像力呢，你係可以睇到呢鯊魚擘大口嗰個形態嘅，就好多隻牙嗰個形態。翻轉個標底啦，嗱，一樣都係海星嘅 engraving 噶啦。Ocean Star 基本上就係呢個 engraving 噶啦。咁 Ocean Star 嘅系列比較可惜就佢比較少透底。咁不過呢一隻復古風冇透底都可以接受嘅。200米嘅防水啦，基本潛水錶應有嘅程度啦。機芯一樣都係一個萬能 key 嘅 Caliber 80噶啦。似乎呢個 Caliber 80呢可以變出無限嘅可能性啊！咁個錶帶呢一樣繼續復古風味啊，珠鏈帶嘅設計感覺呢比較硬朗啦。我個人就麻麻地珠鏈帶嘅，我中意現代啲嗰啲嘅。咁當然有啲人中意啦。而另外Mido近年出嘅錶呢，其實都好多時 extra 咁送多條錶帶。咁啊，今次就會俾多條 little strap 嚟啦。我覺得係一個幾高質嘅 little strap 添㗎。嗱，老實講呢，作為一個牌子呢，咁樣送俾啲錶友呢，錶友又買得開心，我覺得呢，大部分牌子都應該要咁樣做咯。嗱，跟錶呢都有一個工具俾大家自行去更換嘅。嗱，其實拆走個鋼帶呢就好容易，但係要裝翻呢條鋼帶呢，對普通嘅錶友呢，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嘅。所以呢，建議大家呢都係將錶呢俾阿 Mido 去搞啦。不過如果你係 office 上班一族要着西裝呢，我諗配翻一條藍色嘅皮帶呢，應該都幾靚嘅呢隻錶。而相信好多錶迷呢都好想知道啊，究竟呢隻同Hodinkee嗰隻呢有咩大嘅分別呢？嗱，呢度呢，等我逐一同你拆解一下啦。嗱，第一啦，最明顯啦，當然就係黑白色同藍白色嘅分別啦。嗱，雖然我冇睇過Hodinkee嘅嗰隻，但係呢一隻呢，微微偏紫嘅藍色呢，實物真係好好睇嘅，好有貴氣一個格調。我諗黑白未必有呢一個感覺。嗱，第二呢，個 index 係完全唔同嘅，呢一款呢，反而係一個鯊魚牙嘅一個靈感。我個人就覺得比較特別一啲啦。咁啊，第三呢，細心啲睇呢，Hodinkee嗰個錶盤呢係黑白黑咁樣嘅，有個層次嘅。咁呢一隻呢，就係叫做藍白啦，少咗一個圈嘅一個層次感啦。咁各有各啦，呢一方面各有各特色啦。第四呢，個啤數12點嗰個位呢，有一個紅色嘅三角嘅，而新版反而將呢個紅點呢放咗喺裏邊嗰個12點位置嘅，令到個外圈呢更加簡潔一啲嘅。咁第五啦，內錶圈呢係用一個5分鐘分隔嘅，反而呢一隻呢就用咗個雙24小時時區啦。咁有一個3D 嘅功能啦。第六啦，Mido 嘅 logo 呢係用一個舊款嘅車體嘅，新嘅呢一隻呢就用咗一個 modern 嘅 Mido logo 嘅。咁第七啦，最後啦，Hodinkee嘅錶盒呢個設計都唔一樣嘅，以及呢佢會再送多一條皮帶嘅。咁啊，今次嘅呢隻呢主要係送一個呢條帶啦。嗱，應該要講嘅呢，我諗都應該講晒噶啦。如果有遺留嘅呢，咁啊敬請大家留言嗰度呢補充啦。嗱，不過呢都係嗰句啦，Hodinkee嗰隻呢可遇不可求，都唔知會唔會有機會見到一隻二手添。但如果中意呢一個款啊，中意呢個設計呢，咁呢隻親民嘅特別版呢，都幾值得入手，作為一個日常佩戴嘅錶啦。定價港幣係10,400蚊。嗱，所以我成日都話啦，呢啲入門價位呢，最毒噶啦，因為銀碼唔高呢，你買咗呢又唔驚俾老婆發現，咁啊成日呢買下一隻噶啦。嗱，正如我片頭一開始都講，近幾年呢Mido確實有好多驚喜之作，嗱我都介紹過唔少噶啦，咁啊今次呢又再俾到一個驚喜我。而今次呢都係喺Mido嘅鋪頭拍啦，咁所以都可以借呢個機會，順便呢拍一啲呢我覺得其他Mido都好有趣嘅啲款式俾大家啦。嗱，時間關係呢，我就唔詳細介紹啦。有興趣呢，梗係去Mido嘅鋪頭啦，或者去到官網了解翻呢啲手錶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時間就去到呢度先，希望好快可以再次介紹下一隻Mido驚喜之作俾大家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 CLS 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